以前的植物 vs 现在的植物。在昂角的钟声缓缓照来新年的轨迹，那平时这城市我送给下流亡的手里。当我们闻到的橡木桶里飘香的雪梨，眼前居民的世界又换作了刮舞般散去。我闻到对我梦想寂寞就到飞鹰，要全身多疑，山川可能是我不的兴趣。在昂角的钟声缓缓照来新年的轨迹，那平时这山是我送给下流亡的手里。当我们闻到的橡木桶里飘香的雪梨，眼前寂灭的世界又换作了刮舞般散去。落叶轻来小我闻到对故乡寂寞就到飞鹰，要深深博弈，山川可能是我不的兴趣。在昂角的钟声缓缓照来新年的轨迹，那提示着城市我送给下流亡的手里。当我们闻到的橡木桶里飘香的雪梨，眼前地面的世界又换作了刮舞般散去。落叶轻来小个自信，对我不想寂寞就到飞鹰，山川可能是我不的兴趣。在昂角的钟声缓缓照来新年的轨迹，那提示着山是我送给下流亡的手里。当我们闻到的橡木桶里飘香的雪梨，眼前地面的世界又换作了刮舞般散去。看落叶轻来小个自信，我闻到对我不想寂寞就到飞鹰，要深深博弈，山川可能是我不的兴趣。在昂角的钟声缓缓照来新年的轨迹，那提示着山是我送给下流亡的手里。当我们闻到的橡木桶里飘香的雪梨，眼前寂灭的世界又换作了刮舞般散去。看落叶轻来小个自信，我闻到对我不想寂寞就到飞鹰，要深深博弈，山川可能是我不的兴趣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：当可爱的植物们残缺之后，个个都无精打采的，如果用芦荟医师治疗，会不会恢复原貌呢？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。第一位高坚果，高坚果恢复原貌。第二位冬瓜守卫，冬瓜守卫无法恢复。第三位旋转菠萝，旋转菠萝恢复原貌。第四位榴莲，榴莲恢复原貌。第五位花生射手，花生射手恢复原貌。第六位甜菜护卫，甜菜护卫无法恢复。第七位大蒜，大蒜恢复原貌。第八位全息坚果，全息坚果恢复原貌。第九位爆炸坚果，爆炸坚果恢复原貌。第10位原始坚果，原始坚果恢复原貌。第11位田鼠，田鼠恢复原貌。第12位树林护卫，树林护卫无法恢复。第13位红针花，红针花恢复原貌。第14位小冬青，小冬青无法恢复。第15位南瓜头，南瓜头恢复原貌。第16位坚果，
坚果恢复原貌。第17位吸血牛肝菌。吸血牛肝菌无法恢复。以前的植物 vs 现在的植物第2期。谁在寻找那鱼塘？来了！翅膀让梦开张，样子月光，是否先光然？你将你回望，我为你同往，也想。谁在寻找那鱼塘？堕落谁的怀抱？只想我有你们怎么会深爱过？翅膀让梦开张，让看似月光。是否先恍然如梦即将，爱看似朝必将，你回望，我陪你同往，也想走。谁在寻找大雨旁脱离我的怀抱？老大，大大。谁对谁错，爱多爱少，不需要再计较。只是我曾这样深爱过。旁阳光太长，让看似月光。当往事浮现，恍然如梦即将，爱看似朝必将，因回望，我陪你同往，也想从未消亡，他的光灯不敢相望，悲伤就像落天亮，为你穿越。谁在寻找大雨旁，沦落谁的怀抱？每分每秒都算是煎熬。谁对谁错，爱多爱少，不需要再计较。只是我自这样深爱过。翅膀让梦开张，让看似月光。当往事浮现，恍然如梦即将，爱看似朝必将，因回望，我陪你同往，也想从未消亡，他的红尘不敢相忘，飞上九天落天江，为你穿云霄。梦想相扑实力，称霸世界的白瓜相扑手，长着呆萌的外表，却有超强撞击力。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当有僵尸靠近，便会用身体撞击，对僵尸造成伤害和击退效果。撞击不同体型的僵尸，被击退的距离也会有所不同。比如，普通体型僵尸被击退3格。中型体型僵尸被击退1格，巨型僵尸只会击飞，无法击退，每次撞击需要5秒的蓄力时间。初始生命值为4000点。2阶相扑猛击有10%的概率一次击退2个僵尸。3阶超强撞击，击退距离增加至2到4格。4阶重只有60%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白瓜相扑手跳起，震动地面，将前方2×3区域内的所有僵尸聚集在一块，再用力撞击，将全部僵尸击退3格，并造成伤害，附带2秒眩晕效果。装扮效果开始质变，能把非大体型僵尸击退至场外。当配上带装扮菜问，清理僵尸群更好用。5阶横当之怒，
有20%的概率击飞3×3区域内的僵尸，此刻生命值为12000点。特别是海盗港湾22天，一个撞击直接击落到水中。爆炸植物奶猪强，今天来讲讲爆炸家族清场主力爆炸坚果，多看一眼会爆炸，靠近一点会融化。绿卡，阳光消耗50，冷却时间15秒。初始生命值3000，被啃食完后会产生无视防具的爆炸，对3×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1800点伤害。二阶爆破延续，此时生命值4500，攻击力上升为2700点，有10%的概率爆炸时生成一个土豆地雷。三阶爆破精通，此时生命值6000，攻击力上升为3600点，生成土豆地雷的概率翻倍为20%。四阶生命值达到7500，攻击力提升至4500点，有25%的概率在中下后直接触发大招。大招效果，获得生命值3000的盔甲，盔甲啃食完会爆炸，伤害与自身攻击等同。装扮效果，盔甲进化为熔岩盔甲，盔甲生命值12000，攻击力提升1/3。接着来看它的有趣特性：一、遇到橄榄球机甲僵尸，爆炸坚果无法自爆，需要借助其他僵尸击杀。二、遇到爆炸坚果，铲子僵尸变僵尸内滚。三、会直接让爆炸坚果自爆的有街机僵尸的游戏机、学区僵尸推动的冰块、冲浪板僵尸的冲浪板、骑兵僵尸的长枪、煤矿僵尸的煤矿、侠客同人的杂技、偷蛋小鬼的碾压。四、爆炸坚果不会爆炸的情况有炸弹僵尸的自爆、渔夫僵尸的钓鱼钩、火把僵尸的火把。五、国王僵尸直接落地成盒。六、爆炸坚果的伤害为火焰灰烬伤害，无法伤害火龙小鬼。七、芦荟医师可以恢复残缺的爆炸坚果。那么最后看下几个爆炸坚果能杀死满街巨人僵尸呢？第一位机甲巨人僵尸。第二位原始巨人僵尸。第三位近卫巨人僵尸。众所皆知，火炬树桩可以加强豌豆，牛蒡击球手也可以加强豌豆。那么，当他们同时辅助豌豆类植物，谁能最快清除掉盾牌？三重射手。三重射手用时4秒83，豌豆射手。豌豆射手用时1秒49，双重射手。
2,000 years later. 双重射手用11分6秒2。豌豆荚。豌豆荚用时42秒86。原始豌豆射手。原始豌豆射手用时11秒8。机枪射手。机枪射手用时8秒46。花生射手。2,000 years later. 花生射手用11分56秒46。寒冰射手。2,000 years later. 寒冰射手用14分33秒1。坚果的老祖宗，原始坚果强。相比坚果，阳光价格要贵一些，但是冷却时间却更短，只需要5秒。原始坚果强，基础生命值4000点，有4个临界点，出现小伤口，伤口加深，伤口再次加深，最后直接消失。关于中文版原始坚果强，只能承受1次致命伤害。两阶幼年坚果。原始坚果强生命值6000，当被僵尸啃食掉，会留下一个生命值为1000点的小坚果。小坚果可以被芦荟医师治疗。三阶火小鬼大，被僵尸啃食掉，留下一个生命值为2000点的小坚果。四阶种植有25%的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穿上一个坚硬的岩石盔甲，耐久为8000点。装扮效果，岩石盔甲变为坚硬的金色盔甲，耐久提升至12000点。五阶狂野生长，原始坚果强生命值12000，在经过15秒的时间后，原始坚果墙头顶会结出一颗果实，恢复自身1000点生命值。果实吃掉后会吐出一个骨头攻击，伤害为300点。经过不懈努力习得土遁术的竹笋，在实战中表现如何呢？竹笋白卡，阳光消耗175，冷却时间5秒。一旦有僵尸出现在前方4格内，竹笋便会潜伏于地下，在地面上来回钻出，用头上的尖刺攻击，基础伤害为15，非常刮痧。这个时候用来杀僵尸机还是可以的。作为矮个子植物，竹笋虽然不能被僵尸吃掉，但是能被一些特殊攻击消灭。老爹的电磁炮，巨人的锤击，全明星僵尸的冲刺，滚筒僵尸的滚筒等等。另外还可以通过竹小弟将僵尸顶退，在竹笋上方制造出啃咬动作来吃掉竹笋。两阶超级钻头，坚硬的竹笋破土而出，有5%的概率击退所有僵尸。
包括巨人这种大体型僵尸都是可以直接击退至末尾。3阶地质研究，竹笋对地质深入研究，能快速找到地面的薄弱点，有10%的概率击退所有僵尸。4阶种植55%概率释放大招，最有特色的还是竹笋大招，能够召唤出4个大竹笋攻击。如果大招伤害足以击杀被攻击的僵尸，则会有击飞的特效。装扮效果，召唤出6个大竹笋攻击。关于竹笋种植区域，作为地下植物，不能种在海盗港湾的甲板上，也不能直接种在莲叶上，不能种植在狂野西部的矿车上。众所周知，1代的卷心菜投手能够直接无视铁栅门僵尸、毒爆僵尸的盾牌，攻击僵尸本体。那么2代呢？来看看卷心菜投手，冷却时间5秒，阳光消耗100白卡。当僵尸出现在前方，他将投掷1颗伤害40点的卷心菜，攻击间隔 2.9秒。1阶普通僵尸需要投掷5颗卷心菜。2阶无影手，1颗卷心菜，伤害值60点，攻击间隔减少 25%。3阶速度强化，1颗卷心菜，伤害值80点，攻击间隔减少 50%。4阶1颗卷心菜，伤害值100点，种植时有 35% 的概率释放大招。大招效果，对全屏每一只僵尸投掷1颗伤害200点的卷心菜，加上装扮后卷心菜附带闪电，伤害更高。5阶黄金菜心，卷心菜投手投掷的卷心菜升级为黄金卷心菜，具备分裂能力，对僵尸造成2到3次分裂伤害。1颗黄金卷心菜，伤害值140点。卷心菜投手与豌豆射手阳光消耗相同，那么谁更强呢？1. 卷心菜投手可以无视墓碑等障碍物，直接攻击僵尸。而豌豆射手不能。2. 卷心菜投手可以无视滚筒僵尸的滚筒，铲子僵尸的金铲，而豌豆射手不能。3. 卷心菜投手大招可以攻击全屏的僵尸，豌豆射手不能。4. 卷心菜投手无法用火炬树桩加强攻击力。豌豆射手可以加强。5. 1到4阶的卷心菜投手投掷的卷心菜会被阳伞僵尸阻挡，而豌豆射手不会。1到4阶的卷心菜投手，豌豆射手投射的子弹均会被弄成僵尸反弹。最后我们来用卷心菜投手挑战一下恐龙危机的蛋壳僵尸。挑战失败。论5废之一的绵小雪与气质高贵的水晶兰，同样都能够变出雪人，到底谁更废呢？首先，绵小雪兰卡制造出一蹦一跳的小雪人，对一条线上的僵尸进行压扁式攻击。攻击呢是有规律性的，
首先蹦出的小雪人是前一格，后来是隔一格打一下，一阶攻击伤害为240。因为每次攻击的雪人落点都一样，所以随着僵尸的移动，命中率就开始有点感人，有时可能僵尸一次都攻击不到。何？而这时弥补命中率的方法也是有的。第一，多种直棉小雪，用数量来弥补其他空档。第二，卡位置，用防御植物阻拦僵尸，卡在壁中的那一格。棉小雪最高4阶，攻击伤害为600点，并且蹦出的小雪人有减速、冰冻效果。大招效果，扔出一个萝卜，召唤一个从天而降的大雪人，对范围内的僵尸造成冰冻伤害。装扮效果，召唤的大雪人可以原地蹦跶，海踏僵尸。接着就是气质高贵的水晶蓝女王紫卡，一阶时释放一股冰封，将前方3格内离得最远的僵尸变成雪人，持续时间5秒，每次只能变一只雪人。对于无法变雪人的，则会造成60点伤害。变的雪人分为小雪人、普通雪人、路障雪人、铁桶雪人。变成雪人后的僵尸有着增伤减防的效果，更容易击杀掉。如果是受到火焰属性伤害时，伤害则会翻倍。注意，水晶蓝看似是冰属性攻击，实则并不是。对于探险家僵尸的火把，冰封是熄灭不掉的。5阶后水晶蓝女王冰封的攻击范围变为前方5格，并且变成雪人的时间增长，持续时间7.5秒。当僵尸从雪人状态融化时，身上还会残留冰冻效果，进入持续2秒的减速状态，这个时候才能熄灭探险家僵尸的火把。大招效果，水晶蓝向天空发射一股巨大的冷风，造成一场巨大的暴风雪，将僵尸变成雪人，融化时并受到伤害。装扮效果，在制造暴风雪时会掉落大冰柱，对被冰柱击中的僵尸造成伤害，并有概率冰冻2秒。众所皆知，在植物大战僵尸2中，植物升阶的技能各自不同，有升阶变强，有升阶变弱的。而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咱们就在5种卡色中依次挑选一个1阶时唯唯诺诺，5阶后重拳出击的植物，看看他们是如何质变强的。第一种，橙卡防风草，1阶时只能用钳子近战攻击，一钳一钳过去，攻击目标还只能是一个僵尸，这不一不留神就触发了舍命一击，逃离战场。升到5阶技能神钳冲击，近战单体变远程群攻，并且能2次攻击，打出更多更高的伤害，单枪匹马以1敌100。第二种，紫卡豌豆迫击炮，1阶时一轮豌豆炮伤害为100点，打个1阶路障都有点吃力。升到5阶技能爆炸豌豆，伤害直接爆炸，一轮爆炸豌豆总伤害为7500点，而且还是群体攻击。第三种，蓝卡大嘴花，1阶时只能吃掉前方1格的僵尸，接着进入咀嚼状态，无法攻击。由于咀嚼时间过长，这时再来一只僵尸，自己就很容易被僵尸吃掉。如果是阶数高于自身的僵尸，还不能一口吞噬掉，只能通过啃咬攻击来造成伤害。升到5阶技能大嘴倾盆，无论是1阶
还是10阶的僵尸，都是张开大嘴往下吞，一口吞下一整行僵尸。第4种绿卡西瓜投手，1阶基础能力，投掷西瓜，每次造成80点伤害，还会造成40点建设伤害。升到5阶技能西瓜片，可以扔出3个西瓜片，1个西瓜片能够对范围内的僵尸造成300点伤害和60点建设伤害。第5种白卡卷心态投手，1阶时普普通通，投掷卷心态攻击，造成40点伤害。升到5阶技能黄金卷心，普通卷心菜升级为金色卷心菜，伤害为140，而且能够进行分裂攻击，造成更多伤害。全新跑酷植物酷跑曼德拉，它来了。当前方出现僵尸时，酷跑曼德拉会跳出土地，前方冲刺，遇到僵尸时会触发不同的跑酷动作，空翻，在僵尸头上进行弹跳。滑铲将僵尸击飞浮空 0.5 秒，如果是巨人僵尸，则会眩晕 0.5 秒。2阶幻影冲刺酷跑曼德拉，在生长过程时有 30% 概率出现幻影曼德拉，在奔跑时身后出现幻影，对僵尸造成的伤害变成2倍，且控制时间变为1秒。3阶强化幻影，出现幻影曼德拉的概率变为 60%。4阶种植高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酷跑曼德拉向前高速冲锋，将前方一整型的中小型僵尸击飞。5阶霹雳一闪，当每生长2个曼德拉草后，下一个曼德拉草将变成黄金曼德拉草，黄金曼德拉草向前冲刺，遇到僵尸时将使用霹雳一闪向前快速冲刺3格，将范围内的中小型僵尸随机向上下行击退，大型僵尸将麻痹在原地3秒。今天我们来讲讲和樱桃炸弹、爆裂葡萄、爆炸坚果一样，攻击会让僵尸变为灰烬的一株灰烬植物——岩浆番石榴。蓝卡，阳光消耗75，冷却时间10秒。当有僵尸接触时，岩浆番石榴会爆炸喷发岩浆，对3×3范围内的僵尸造成1000点伤害。此后它会消失，遗留一个岩浆池。岩浆池上无法种植植物，却会让踩踏到的僵尸受到每秒100点的伤害。持续时间12秒。2阶强化熔岩，岩浆喷发伤害提升至1500点，岩浆池持续时间增加至14秒。3阶怒岩喷发，岩浆喷发伤害提升至2000点。岩浆池飞溅到相邻4个方向1格，这4个岩浆池持续时间11秒。4阶岩浆喷发伤害上升到2500点，种植时有 50% 的概率释放大招。大招效果：向本行前方制造一条熔岩裂缝，持续时间10.5秒。对裂缝上的僵尸造成每秒100点伤害。加上装扮后，熔岩裂缝范围扩大为十字形。5阶火山爆发，岩浆番石榴，岩浆喷发后，
随机抛出5个岩浆球，落地后形成岩浆池，持续时间11秒。岩浆喷发总伤害3000点。接着来看看岩浆番16对战巨人僵尸战况如何。原始巨人僵尸。敬畏巨人僵尸。榴莲，一株浑身长满尖刺、生结还会散发臭气的植物。它的表情总是一脸不屑的样，一结时血量有3000点。在阻挡过程中，它会用身上的尖刺来攻击僵尸，每秒造成20点伤害。即使被僵尸啃得遍体鳞伤，也在咬紧牙隐忍着，丝毫没有害怕的感觉，直到被啃完。2阶臭气光环，榴莲获得臭气光环。在3×3范围散发臭气，每秒造成20点伤害，可以无视僵尸的防具。血量为4500点，尖刺每秒造成30点伤害。3阶臭气强化，臭气伤害提升，每秒造成30点伤害，血量为6000点，尖刺每秒造成40点伤害。4阶种植有40%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获得一个血量为6000点的钢铁盔甲，盔甲存在期间，榴莲的尖刺伤害上升50%。装扮效果变为血量为8000点的水晶盔甲，盔甲存在期间，榴莲的尖刺伤害上升100%。还有臭气是无法对墓碑造成伤害的。冬瓜守卫，绿卡，防御性植物，冷却时间15秒，阳光消耗125，整天都是愤怒的模样，挺着一副巨重的身躯，能够压住圆环机关，让圆环滚动，是复兴时代关卡必备植物之一。当它被种下时，会就地跳跃，将僵尸弹回空中。初时血量值6000，能够扛住僵尸的啃咬。2阶愤怒本能，当冬瓜守卫受到攻击，会立即跳起来，弹开他自身格和前方一格的僵尸。10秒后技能再次触发。3阶怒气冲冲，减少2阶技能的冷却时间，每隔5秒触发一次。4阶种植时有35%的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连续起跳3次，第一次震起右侧一格的僵尸，第二次震起3×3范围内的僵尸，第三次震退3×3范围内僵尸一格。加上装扮后，每次会造成额外伤害。5阶怒火中烧，冬瓜守卫会主动蓄力，僵尸靠近前方一格时，立刻起跳，震退范围内所有僵尸，并造成210点伤害。最后来看下攻击型防御植物对战。
被称为炸弹灭亡器的桃桃树根到底有何妙用呢？咱们来看一下，桃桃树根是一种与土豆类类似的植物，在种下之后需要等待10秒生长出土。这时与僵尸接触，它将自动变成爆炸植物，分别有4种：土豆类、原始土豆类、爆裂葡萄、樱桃炸弹。另外，它还能改变植物的位置，点击桃桃树根打动到其他植物的身上，缩进地底交换位置。这个操作可以使未出土的桃桃树根免去等待时间，直接生长出土。有意思的是，全息坚果的屏障交换后不会一起移动。特殊用法：重叠植物，就是仙人掌在触发5阶技能仙人球滚动过程中，用桃桃树根提前交换位置，就能与植物重叠，实现合理密植了。无敌树根，当桃桃树根变成一次性植物的时候，瞬间松手就可以变成无敌树根了。这个时候，僵尸咬不动，巨人打不动。在无尽模式中，卡无敌之后，僵尸聚集在一起，再用摩根大法。去世！升到5阶质变，能量转移，交换位置的植物会直接释放大招。最后再来提一点关于无敌树根无法阻拦的僵尸。第一种，探险家僵尸；第二种，太阳能车僵尸；第三种，气球僵尸；第四种，僵尸牛，直接把小鬼僵尸扔了过去。原来8阶舞蹈家不过方式这么多样，击退血分、混乱血分、高伤血分，再释放不同的血分，伤害也是有高有低。今天咱们就来详细介绍一下8阶舞蹈家加持375阳光，紫卡冷却时间10秒，基础能力。当有僵尸出现在前方时，会伤出1道高伤血分，对僵尸造成1200点伤害。还有30%的概率伤出1道伤害为100点的击退血分，能将整行所有不高于自身2阶的僵尸击退至末尾，并造成200点伤害。每释放1道血分都会进入15秒的休息时间。2阶武力恢复，8阶舞蹈家学习武力恢复，休息时间缩短至14秒，血分伤害分别为1800、150。3阶武力提升，再次减少攻击休息时间，缩短为13秒，血分伤害分别为2400、200。4阶中指有60%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全力伤出1道大旋风，命中僵尸后原地旋转并吸引周围3×3的僵尸，并造成伤害，持续时间5秒。如果是在第2道大旋风的加持下，可以直接击飞僵尸。对于飞行僵尸，可以1道大旋风秒杀。记住，该旋风不分敌友，同样能吸引我方僵尸。5阶武斗乾坤，攻击时有40%的概率伤出1道混乱旋风，可以魅惑僵尸，为我方作战。旋风伤害分别为120、3600、300。8阶舞蹈家作为月地植物的一员，它还可以被铜钱草加强。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，在铜钱草的加强下，能不能单挑赢原始巨人呢？中文版冷门独有植物连小鹏作为水陆两栖植物，它既可以陆地作战，同时莲子炮弹远程攻击。你们看这爆炸特效咋这么像土豆雷呢？也可以水面作战，水中直接发射鱼雷攻击，
并能够对2×1范围的僵尸造成建设伤害，比陆地作战更强，初始伤害为120点。2阶超级炸弹，李小鹏发射的炸弹有15%的概率血晕僵尸。3阶弹药改良，李小鹏发射的炸弹有30%的概率血晕僵尸。4阶中值有70%的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效果会随着环境而影响。陆地上发射一枚会爆炸的莲藕导弹，对2×1范围的僵尸造成伤害。水面上发射一枚升级版鱼雷，对整行僵尸造成伤害，并在末尾发生爆炸。装扮效果使攻击范围伤害增加至3×3，